得知母亲癌症晚期后，我头也不回的出国旅游，父亲却追到机场拦住。江晨，你救救你妈吧！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她去死吗？我却毫不犹豫的拒绝。我没钱，然后转身拿起一个100万的手表，麻烦把这个表给我装起来。我将卡递给销售，我爸目瞪口呆，紧接着眼泪汹涌而出，他扑过来跪到我的面前，不停的给我磕头。就当爸求你了还不行吗？爸给你磕头。我爸把头磕得砰砰响，在抬头时额头已经破了，渗出丝丝鲜血，他的哭声凄惨，就连商场来往的路人都忍不住驻足观望，向他投去同情的目光，而我却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：“你听不懂人话是吗？我都说了没钱。”我爸愣住了，他颤抖着手指着那块表，质问道：“你说你没钱，那你为什么还买得起这块表？这表可是100万啊，和你妈的治疗费一样。难道一块表比你妈的命还重要吗？”江晨，从小到大爸从没求过你什么，这次爸跪下求你了，救救你妈吧！我没理他，而是接着是其他的表，冷硬的金属表带衬得我手腕线条利落。我站在镜子面前一顿自拍，销售站在我身边夸我好看。先生您气质真好，这块表简直是为您量身定制的。我一时高兴，从钱包里抽出几百块现金递给他。小费。见我这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父亲再也忍不住，从地上爬起来给了我一巴掌。他颤抖着双手，老泪纵横地看着我，眼中尽是不可置信。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你知道你妈现在什么样吗？她没钱治疗，也没钱交住院费，被人家医院赶到走廊里了。周围的人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拥过来，将我和我爸围在中间。有几个热心的男大学生还上前一左一右搀扶着我爸，生怕他晕倒。我淡定地捋了捋头发，将手里的表递给销售。这个也给我装起来。销售正要拿着表走，却被我爸一把拦住。姑娘，你不能卖给他，这可是他妈妈的救命钱啊！你们根本没法想象他妈妈被病痛折磨成什么样了。父亲掏出手机，点开一段视频给众人看。视频里，母亲瘦得脱了相，头发掉光了，孤零零地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，无助地抹着眼泪。老江，你别为难江晨，我这把老骨头没了就没了。100万还是留给江晨吧，他是我们唯一的儿子。话音刚落，母亲猛地剧烈咳嗽，咳得染红了蓝白相间的病号服。心软的学生已经红了眼眶，销售也面露难色，看着我犹豫道：“先生，要不这块表还是……”我翻了个白眼，冷冷道：“你是卖东西的，不是搞慈善的。我的钱怎么花，轮不到你管。我是你们这里的 VIP 客户，要是耽误了我，立刻投诉你。”听到投诉2个字，销售的脸瞬间惨白，连忙弯腰道歉，飞快地把表包装好递给我。我接过表，居高临下地看着父亲，脸上的嫌恶毫不掩饰。这都是他的命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父亲气得目眦尽裂，死死攥住我的衣角，声音颤抖：“江晨，爸记得你前段时间中了1000万，你根本不缺这100万，为什么不愿意救你妈？”我不耐烦地甩开他的手，吼道：“别乱碰我，你手脏！这是我新买的定制西装，弄脏了你赔得起吗？中1000万是我有福气，他得癌症是他没福分，人要认命，凭什么用我的钱救他？”说完，我用力拍了拍他抓过的地方，将他推开，大步离开。父亲正要爬起来追我，手机突然响了，他颤颤巍巍地接起，按下免提，一声沉痛的声音传了出来：“患者刘梅刚刚去世了，麻烦您尽快来医院处理后事。”父亲再也撑不住，哀嚎一声，直挺挺地晕了过去。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，我竟不知道该兴奋还是该笑。我头也不回地离开，打车去了高尔夫球场。亲生母亲死了，父亲再也不会缠着我要那100万。我心情大好，不仅打了球，还花几万块做了套定制西装，拍了照发到网上。等我刷手机时才发现，商场里的一幕被人拍下来发到了网上，视频瞬间冲上热搜，网友们纷纷痛骂我的冷血，心疼我父母的遭遇，甚至有人自发组织给我父母捐款。有同在医院的网友发了视频，视频里父亲扑在母亲的遗体上嚎啕大哭，有人用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来形容他，看得网友们纷纷落泪。我点开那个热搜词条，用我的微博账号发了几张照片，几百万的豪宅里，我坐在真皮沙发上喝着红酒，面前摆着顶级牛排，我的豪车停在别墅门口，就连我的宠物狗都带着定制的项圈，啃着进口牛肉。我的奢靡生活和父母的悲惨境遇形成鲜明对比，网友们瞬间炸了锅，涌到我的微博下用最难听的话骂我，甚至把我的照片 P 成带着诅咒意味的图片当头像。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辱骂，我笑着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，闹吧，闹得越大，等真相揭开的那天才越刺激。几天后，一档家庭调解类节目组联系了我，是父亲主动找的他们，我没有拒绝，欣然答应。上节目的那天，我穿着定制西装，戴着100万名表，打扮得一丝不苟，而父亲则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头发凌乱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，止不住的流泪。他满眼绝望地看着我，哑着嗓子说：“江晨，我们好歹父子一场，我不想和你闹到法庭，只能通过这个节目说说我的诉求。我不要你以后赡养我，只要你把这20年来我和你妈在你身上花的钱还回来就行。”我把玩着手上的戒指，一脸冷漠，没有搭话。主持人看不下去了，压抑着怒火质问我：“江晨，昨天我们节目组去你们村走访，乡亲们都说你爸妈把你当成宝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冷漠？看着亲生母亲没钱治疗去世，自己却住着豪宅享受。”听到主持人的话，我有些出神。他说的没错，爸妈曾经对我确实好的没话说。我从小不用干农活，别家男孩早早跟着父母下地，我却能坐在书桌前看书。大学时我想兼职，他们却说我该专心读书，每个月给我打3000生活费。小时候有人欺负我，父亲会拿着扁担追人家好几里地，就连我不小心磕破膝盖，母亲都会心疼的掉眼泪。我曾经以为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，直到后来见我不说话，父亲撸起袖子，露出胳膊上狰狞的疤痕，他声泪俱下道：“我们家江晨从小身体弱，有一次得了怪病，连着半个月都不见好，跑了好多医院都没用。我和他妈妈去东村求了神婆，说用人血入药能治好。
他妈妈连着1个星期割腕放血，混在药里给他喝，他才慢慢好起来的。他紧紧抱着骨灰盒，眼泪大颗大颗的砸在上面。紧接着，节目组的大屏上播放了一段视频，是母亲临死前录的。视频里，母亲面色枯槁，却努力挤出笑容。我的儿子是我的骄傲，是我的命根子。我如果走了，别怪他，他一定有难言之隐。江晨，妈妈爱你，照顾好自己。嘶哑的声音夹杂着剧烈的咳嗽，在场的观众纷纷落泪，啜泣声此起彼伏，我却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这一声笑，瞬间点燃了观众的怒火，骂声铺天盖地而来。父亲适时开口：这么多年，我和你妈在你身上花的钱数不清，我只要你50万，50万还不够你买1块表，却能买断我们父子的情分。从此以后，你不用养我，我也不会再找你。主持人看向我，等着我的回答。我理了理领带，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，笑着说：不给，我没钱。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。节目是现场直播，大屏上的网友评论瞬间刷屏。这无情的人，我真想上去扇他一巴掌，心疼他爸妈，怎么养出这么个白眼狼？这种败类就该接受审判，他居然还笑得出来，太恶心了。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愤，几个冲动的甚至冲上舞台想打我。就在这时，几名警察从后台走了出来，将我和父亲围在中间。观众们仍不解气，纷纷把手里的纸巾、矿泉水瓶拿向我。警察同志，快把这个不孝子抓起来，这种人就该受到制裁。看着他们骂得越来越凶，我忍不住放声大笑，笑声在演播厅里回荡。我闭上眼，眼泪却从眼角滑落。隐忍了这么久，终于到了真相大白的那天，一切都该结束了。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警察向父亲出示了证件。这位先生，我们接到10名举报，你涉嫌拐卖儿童、故意伤害、蓄意谋杀，请跟我们回警局配合调查。父亲的脸瞬间惨白，眼神躲闪，哆哆嗦嗦的辩解：我没有，警察同志，这是误会啊！观众席响起一片惊呼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？该抓的是他。这位叔叔刚失去妻子，儿子还不孝顺，太可怜了。父亲哭嚎着扑过来，抓着我的胳膊摇晃。江晨，你怎么能诬陷我？我们可是父子啊！我冷眼看着他发疯，一字一句地问：你确定你是我亲生父亲吗？我从包里掏出一份亲子鉴定，递给警察。鉴定结果显示，我和江建国没有血缘关系。江建国没有否认，任由眼泪流了满脸，叹了口气说：你不是我们亲生的。20年前，我和你妈在村口的垃圾桶旁捡到你，你当时裹着一层薄毯子，快没气了。是我和你妈连夜把你送到城里的医院，花了好多钱才把你救活。难道你不救你妈，就是因为这个？就算不是亲生的，我们对你也比亲生的还好啊！我低着头笑出声，眼泪却止不住的流。江建国，你确定你们是在村口捡到我的吗？养恩大于生恩，如果真如他所说，我怎么可能不管母亲？我恨不得守在他们身边尽孝，可真相却残酷的让人窒息。我不是他们捡到的，是被他们带走的。这个秘密是我工作后偶然发现的。我背井离乡，不放心他们，便悄悄在家里装了监控，却无意间录下了他们的谈话。监控里，江建国躺在沙发上抽烟，一脸嫌弃。这个小子每个月就寄5000块回来，够干什么的？还不够我买2包烟的。母亲嗑着瓜子附和道：当初带他来，就是想让他给我们女儿当丈夫的。要不是我们闺女掉进河里淹死了，哪轮得到他吃香的喝辣的？我看就是那个人克死了我们女儿。我早就把这段录屏交给了节目组，让他们播放到这里暂停。20年前，我的亲生母亲抱着我在村头晒太阳，江建国夫妻盯上了熟睡的我，他们装作迷路的路人，骗取我亲生母亲的信任，把她引开后，用尽了迷药的手帕捂住我的口鼻，抱着我上了车。等我亲生母亲醒来，我已经不见了。那年监控还没普及，就算报了警，也找不到带走孩子的人的踪迹。她崩溃的一夜白头。从此，我们全家踏上了寻我的道路。他们走遍了10几个省份，寻人传单贴满了大街小巷。为了找我，他们卖车卖房，倾家荡产。后来，我哥在找我的路上出了车祸。亲生母亲承受不住打击，不幸离世。亲生父亲虽然活了下来，却在母亲去世的第2年，在冬夜的街头因病去世。他手里还紧紧攥着我的寻人启事。这些都是我小姨告诉我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亲生父母，看到的却是2块冰冷的墓碑。我和小姨抱头痛哭。她把这些年我亲生父母寻我的艰辛，全都告诉了我。江建国和刘梅把我害得家破人亡，我怎么可能不恨？江建国脸色惨白，跌跌撞撞地跪在我面前，泣不成声。都是误会啊，江晨，你误会我和你妈了。如果我们是带走你的，怎么会对你这么好？你忘了你当年生病，我们到处下跪求人救你吗？我记得。我沉声打断他。我记得那年冬天，我高烧不退，卧床不起，他们到处借钱，还在网上拍下跪磕头的视频，求网友捐款，甚至割腕放血，逼着我喝腥气的汤药。这些画面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我曾经挣扎过，他们带走我是真的，对我好也是真的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直到我中了奖，回家陪他们喝酒，想和他们谈谈这件事，却无意间听到了他们酒后的真话。江建国拍着我的肩膀，得意洋洋地说：江晨，当年要不是我和你妈聪明，你能有今天的日子？你都不知道，我们靠网友的捐款拿了多少钱，比把你卖了赚的还多。那年我总生病，刘梅带我去镇上看病，嫌药贵，就买了假药给我吃。她说：反正都是药，我花了钱就是真的，吃死了算他命不好。吃了假药后，我的病越来越重。刘梅在网上看到有人靠
卖惨捐款，顿时动了心思。他抱着我挨家挨户借钱，把视频发到网上博取同情，甚至拍了割腕放血入药的视频，逼着我喝腥气的汤药。起初他们用自己的血，后来就换成了鸡血、鸭血。我常常被腥的反胃，他就掐着我的脖子硬灌。可这些画面却让网友们心疼不已，不仅捐款，还有人不远千里送钱送物。尝到甜头后，他就不肯让我好起来了，喂了我1年假药，直到有人开始怀疑，才把我送去大医院治病。刘梅揪着我的脸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这个小子，要不是我心善送你去医院，你早就死了。要懂得感恩，把中奖的钱都给我们花。”江建国也附和道：“对，把奖金存到我们卡里，我再给你找个媳妇，彩礼起码要50万。”刘梅用胳膊肘对了对江建国，眼睛发亮：“老李家的傻闺女不是要招上门女婿吗？听说给2套房，60万彩礼呢。”他勾着我的脖子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把工作辞了，1000万放我和你爸这儿，然后去李家当上门女婿，都是一个村的，他们不会亏待你。”我气得浑身发抖。老李家的傻闺女，第一个上门女婿被折磨得跑了，留下个孩子也傻愣愣的。那傻闺女整天疯疯癫癫，见了男人就傻笑。我没想到他们不仅想吞我的钱，还要把我推进火坑。这段视频播放出来后，观众席和直播间的风向瞬间逆转，所有人都开始为我抱不平。有人翻出当年母亲拍的我喝药的视频，再次发了出来。视频里我眼神涣散，抗拒着那碗腥气的汤药，最后被刘梅硬灌了下去。天呐，他根本不是自愿的，看他的表情多痛苦，光看着都觉得腥，难以想象他喝下去是什么滋味，太恶心了。我收回之前骂他的话，他太可怜了，被带走还被利用赚钱，甚至差点被嫁给傻子。眼看着众人都偏向我，江建国慌了，抱着我的腿声泪俱下：“江晨，这些都是你妈的主意啊！我一个大男人在家说了不算，你妈说什么我都没法反抗，而且我们也没真把你送给老李家的傻闺女啊，那都是酒后胡说的。就算你不是我们亲生的，我们也是把你当亲儿子养的啊，不然我们为什么不早点把你卖了换点钱，反而送你去读书呢？没有我们，你能考上大学找到好工作吗？”我静静地看着他跪在地上痛苦，心底涌上一阵酸涩。我想起小时候，他们会带我去小卖部买糖吃，别家男孩都下地干活时，他们让我安心读书。我犯错时，他们也从不打我，只是默默陪着我。我曾以为自己是最幸福的孩子，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好全是装的。自从用我的病博同情后，很多网友关注我，他们为了立好父母的人设，才对我这么好。骨子里，他们恨透了我，觉得我是克死了他们的女儿，却又舍不得我这棵摇钱树。我周末在饭店端盘子累得直不起腰时，他们拿着网友的捐款在老家大吃大喝，而我的亲生父母还在找我的路上风吹日晒，哭到眼泪流干，两鬓斑白，甚至饿极了只能捡垃圾桶里的东西吃。他们的女儿不是我克死，可我的亲生父母和哥哥都是因他们而死。如果不是被带走，我本该拥有一个幸福的家，考上大学，找到好工作，这些都不是他们给的，而是我自己挣来的。反倒是因为我，他们才得到了那些捐款和好处。直播间的弹幕飞快滚动，仍有少数人同情江建国。我觉得他爸妈还是爱他的，只是爱恨交织。送他读书总该是真心的吧？我爸妈重男轻女，根本不让我读书。对比下来，他爸妈还算好的了。但理智的网友占了大多数。你们疯了吗？居然同情带走孩子的人，你们只看到他哭，怎么不想想男主的亲生父母有多惨？我是他亲生父母的朋友，他哥哥出车祸，妈妈不幸离世，爸爸因病去世在街上了，太惨了。这对夫妻该死，同情带走孩子的人也该死。见有人为自己说话，江建国眼睛一亮，抱着我的腿讨好的说：“对呀，江晨，要是我们不爱你，怎么会给你取名叫江晨呢？现在你妈也走了，看在养了你20年的份上，别让警察抓我好不好？”我一脚踢开他，看向警察：“等一等，我这里还有他们夫妻蓄意伤害我、骗取奖金的监控录像。”话音刚落，大屏上播放了另一段视频。视频里，刘梅和江建国躺在床上骂我：“这个小兔崽子，怎么还不把1000万打过来？电话打了无数遍，就是不回家。”江建国吸了口烟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当初就不该让他出去工作，早把他卖给村里的人，就能把他拴住了。这小子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不好控制了。”刘梅突然一拍大腿，眼里闪过阴狠：“他要是出意外了，钱不就是我们的啦？我记得他买了巨额保险，到时候几百万保险金也是我们的。”江建国愣了愣，随即笑出声：“你这老婆子还挺聪明，但怎么弄出意外，被发现就完了。”刘梅咬牙切齿道：“那个人克死了我们女儿，就让他也掉进河里淹死，给我们女儿偿命。”再次听到这段话，我依旧后背发凉。20年的养育，就算是养条狗也有感情了，他们却为了钱想让我出意外。从那天起，他们就用各种理由哄我回家，从亲情牌到威逼利诱，我都没上当。直到母亲查出癌症，需要100万治疗费，他们跑到我公司闹，我为了躲他们，才拿着钱出国玩了小半年。这半年里，他们没钱治病，也找不到我，网上筹款只凑了20-30万，根本不够。我知道母亲活不长了，所以回国后故意放出我在商场的消息。江建国坐在地上撒泼打滚，见警察要来拉他，又扑过来求我：“我养了你20年啊，江晨，两恩大过天，我是你爸。”我全程一言不发，冷漠地看着他被警察带走。见没有翻身的可能，江建国彻底撕破脸，狰狞地骂道：“你这个人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亲生父母当年找到过镇上，是我找人骗光了他们的钱，他们就是蠢货。你这个白眼狼，迟
迟早遭报应。我闭了闭眼，忽然觉得浑身轻松，转头看向观众席，那些曾经骂我的人，此刻都露出了愧疚的表情。有人想上来道歉，我摇了摇头，快步离开了演播厅。我要去找小姨，当年她为了帮我亲生父母找我，差点被丈夫离婚。我给了小姨100万，其实我中的不是1000万，而是5000万。小姨拿着钱热泪盈眶，她说我亲生父母当年为了找我欠了不少债，这100万先拿去还债。我让小姨安心收下，然后挨家挨户上门，把亲生父母的欠款全都还清了。我没能在他们膝下尽孝，至少让他们死后清清白白。小姨带我去亲生父母的坟前扫墓，看着墓碑上的照片，我终于忍不住痛哭出声。后来我在亲生父母的老房子里住了几年，就像守着他们一样。在听到江建国的消息时，他已经被判刑了，他的罪行情节严重，注定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，就算提前释放，也会无依无靠，生活困难。这天我又来给亲生父母扫墓，一缕阳光落在我身上，我想我该放下过去，我要往前走了。